講到嚟呢度，再講講一啲日本動畫業界嘅背景，例如喺票房，2020年10月上映嘅劇場版《鬼滅之刃無限列車篇》更新咗2001年上映嘅《千與千尋》保持嘅日本歷代票房收入紀錄，成為歷代第一位嘅空前大 hit 作品，令社會轟動。翻去好耐之前，即係昭和時代嗰陣時，動畫劇場版就被叫做漫畫電影，俾人印象係比較次等嘅。當時可以超越被業界認為收得嘅10億日元票房嘅作品，只係限於哆啦 A 夢等等藤子 F 不二雄嘅動畫，或者係吉卜力電影等等極少數嘅作品。到咗平成年代，由1992年迪士尼復興年代代表作《美女與野獸》嘅大 hit 作為開端，迪士尼嘅電影喺日本嘅成績唔錯，同埋除咗之前嘅哆啦 A 夢、吉卜力嘅電影之外，龍珠、Pokemon、One Piece、名偵探柯南等等嘅作品都開始大熱，票房收入超過20億日元嘅作品開始慢慢出現。去到1997年嘅《幽靈公主》更加達成劇場版動畫史上首個票房收入超過200億日元嘅作品。之後《千與千尋》更加達到316億，非常之犀利。呢啲大賣嘅作品全部都係兒童向或者全年齡向嘅動畫、深夜動畫等等，所謂御宅族向嘅動畫喺劇場版裏邊係好難 hit 得起嚟嘅。但係呢啲諗法漸漸都被破解，由新世紀福音戰士嘅大 hit 開始，麻道馬基、魔法少女小圓等等呢啲作品出現超過20億日元嘅大 hit 作品。同樣由深夜作品發展出嚟嘅電影劇場版《鬼滅之刃無限列車篇》突破咗400億日元，呢一個紀錄即刻上咗新聞，變咗頭條。同時間利潤分配都成為咗話題，因為票房去到呢個程度，開始有人關注動畫製作行業嘅利潤分配實際係點樣嘅呢？我記得喺無限列車篇推出嗰陣時，有啲人就喺度問作者會收到幾多錢嘅呢？有啲新聞就報道話作者其實收到嘅報酬係好少。咁跟住就講一講劇場版收入嘅計算方式。劇場版嘅收入即係票房收入，即係票價乘以人數，呢一個好簡單嘅計法，人人都知道。當中扣除咗戲院嘅分成，戲院大概係收50%。根據作品會有唔同，大概都係40%至到70% 左右。劇場提供一個好大嘅 screen 俾你，喺每一個大城市、小城市都有呢啲劇場，有呢啲硬體，所以佢就分一半。唔知你覺得劇場喺呢度分咗一半係值唔值嘅呢？跟住就係發行公司分到嘅20%，而大概係10%至到30% 之間。戲院嗰方面係負責 hardware， 而發行公司就係負責 book 嗰啲戲院。咩檔期上，點樣做宣傳等等，佢哋就分大概20% 嘅分成，剩翻落嚟嘅就係製作嗰方嘅分成啦。大家去分呢30% 啦。講講鬼滅之刃嘅情況，策劃嘅 Aniplex 原作漫畫出版社嘅集英社同埋作者本身，另外再加上動畫製作公司 Ufotable 進行製作，所以利潤會按照呢3間公司各自嘅投資比率去分配。而鬼滅之刃嘅作者就係國多嘅Koyoharu先生啦。根據公益社團法人日本文藝家協會嘅著作物使用料規程，電影製作嘅著作物使用料以1000萬日元為上限，由使用者同埋作者協商決定。假設上限有1000萬嘅話，出版社大概會扣除20%至到40% 左右嘅手續費同埋管理費，咁計翻落嚟，估計會俾原作者600至到800萬日元嘅報酬。而家就可以咁樣諗啦，400億日元票房嘅動畫劇場版作品，原作者最多可以收到600至到800萬日元，咁呢個數當然係估計，可能會仲少。不過上限已經係封咗頂㗎啦，一定係唔會高過1000萬日元。可能你會咁樣諗，票房賺到咁多，但係透過電視版或者劇場版等等嘅銷路，漫畫原作者收到咁少嘅報酬，呢一個俾人認為係一個問題都唔出奇。不過另外，電視動畫同埋劇場版大 hit 會帶動一啲漫畫單行本嘅銷量。漫畫嘅銷量會有版稅，每一本都會分翻幾個 percent 俾個原作者，大概有10% 或者5% 不等。呢啲都係出版社同埋作者自己去傾，咁實際嘅數字就只有內部嘅人先至知道啦。咁喺呢一方面嘅報酬，作者會收到幾多呢？截至2025年7月，《鬼滅之刃》單行本嘅發行數目係2億2000萬本，日本國內每本嘅售價大概係400日元。
咁大家就可以計翻原作者大概可以收到幾多錢啦。再整理一下有關無限列車篇各個單位就有以下嘅收入，票房收入總共就係400.2億日元，戲院就分到其中嘅200.1億日元，電影嘅發行商東寶同埋 Aniplex 就收到40億日元，而原作嘅包括出版社同埋作者就收到1000萬日元左右。喺呢度提到嘅 Aniplex 除咗策劃同埋出資之外，發行佢都有份，所以佢喺呢400億裏邊分嘅都會分得多啲。頭先講到製作嗰方面，總共會有160億日元嘅分紅，咁大概知道製作呢一方呢3間公司會收到呢個價錢，有呢個概念就可以啦。動畫製作其實係透過投資方式去進行嘅。喺動畫黎明期嗰陣時，或者去到80、90年代左右，電視台就策劃動畫節目嘅時段，透過廣告代理店賣啲廣告時段俾啲贊助商，贊助商嘅廣告宣傳費嘅一部分就作為製作費，俾動畫製作公司作為報酬。呢一個就係當時嘅機制。到咗後來喺呢個 business model 裏邊，製作公司只係收到製作費作為收益，就算作品 hit 到幾勁都好，100億都好，200億都好，hit 到400億都好，收到幾多就係幾多，冇二次嘅使用費。咁即係製作公司嘅利潤一早就俾人封咗頂。呢一個係業界嘅問題，或者可以稱為特徵。到咗後來，製作委員會方式就出現咗，出版社、音樂公司等等多間企業就負責投資電視動畫或者動畫劇場版嘅策劃、製作等等。所謂製作委員會方式嘅機制就成為主流。喺呢個方式裏邊，唔同公司就加入去投資製作。如果出咗嚟嘅作品係 hit 嘅話，咁啊大家分錢；如果唔 hit 嘅話，咁啊大家分散投資嘅損失，分散風險。另外都有啲特別嘅個案，例如高達嘅作品，多數都係由 Bandai 呢一間公司負責全部嘅投資，而製作嘅公司以前就叫做 Sunrise， 之後就改咗名，而家就變成咗 Bandai Namco Filmworks。呢間製作公司即係 Bandai 嘅子公司，即係投資同埋製作都係屬於同一間公司。之後佢出嘅模型又好，卡 game 又好，精品又好，所有呢啲咁嘅收入都會屬於 Bandai 呢一間公司嘅。喺製作委員會方式入邊，例如食品公司加入投資嘅話，相關作品出一啲食品飲品嘅話，咁佢就可以優先或者壟斷咁樣去用嘅版權嚟推出商品，等自己賺錢。各個投資公司都利用自己嘅長處去做投資同埋賺錢。而去到之後，製作委員會方式都開始有啲變化。喺之前製作委員會方式裏邊，動畫公司係唔會加入或者係冇份加入，因為要加入嘅話就要俾錢出嚟投資。多數嘅動畫製作公司都冇咁多錢可以加入製作委員會。喺之前嘅製作委員會裏邊，動畫公司其實都係下判嘅公司，出資嘅公司俾咗錢俾動畫製作公司去做咗出嚟嘅話，賣到幾多錢幾 hit 都好，收嘅錢都係咁多。咁當然蝕咗錢嘅話，動畫製作公司就唔需要賠翻錢出嚟，收咗幾多就係幾多。但係喺呢個情況裏邊，動畫製作公司除咗製作費之外就冇其他收益。不過之後慢慢就開始有轉變。喺近年為咗脫離呢個行業嘅框架，動畫製作公司自己開始參與製作委員會，或者同電影公司發行商、出版社等等去組成合作嘅夥伴。廣義上雖然都算係製作委員會方式，但係動畫製作公司可以確保權利同埋收益嘅機制就開始出現。當然另一方面要背負投資嘅風險，例如 ufotable 製作嘅無限列車篇裏邊，或者而家嘅無限城篇裏邊都好，佢都係作為一間投資嘅公司，佢都有份出資。即係呢個作品裏邊負責投資嘅係有 Aniplex、集英社同埋 ufotable 呢3間公司。咁佢哋都知道鬼滅之刃劇場版一定會賺錢噶啦，所以就唔需要招攬其他公司嚟一齊出資，賺到幾多錢嘅自己圍內分咗去。呢3間公司就係最低限度嘅合作夥伴，當中包括咗版權持有人嘅集英社，裏邊再包括埋作者，另外負責大量出資嘅 Aniplex， 佢都包括埋發行商嘅職務，另外就係製作公司嘅 ufotable。 咁喺無限列車篇同埋無限城篇裏邊， ufotable 有份出資，如果票房收得越好嘅話，佢就賺得越多錢。
另外製作精品方面賣得好嘅話，佢都會有錢分。例如呢度有個實際例子，睇睇無限城篇嘅官方網頁日文版裏邊，睇睇周邊嘅商品，佢就分開咗，一邊就寫 Aniplex， 一邊就寫 ufotable。雖然呢一個 UI 嘅設計唔係好 user friendly， 因為啲 user 係唔會特別去理呢啲商品究竟係 Aniplex 出定係 ufotable 出，只有好少數嘅粉絲會介意嘅啫。大部分嘅人就只會睇，譬如呢個膠牌畫得靚唔靚，價錢合唔合適，整體質素好唔好，先至係決定買定係唔買。但係喺網頁裏邊就好明確咁樣就分開咗 Aniplex 定係 ufotable 出。咁喺呢度就可以睇得到，佢哋喺製作精品方面都會分開嚟計啲利潤。咁當然唔使講啦，喺資本主義制度裏邊，出資本嗰個就會賺錢，而下面啲 worker 佢哋得到報酬，咁件事就完咗噶啦。就算嗰部作品賣到400億都好，500億都好，600億都好，收幾多都係投資嗰方面賺錢，下面嗰啲 worker 佢嘅收入就固定咗。憑住呢個例子就介紹咗動畫製作公司嘅出路，就好似而家嘅 ufotable 咁樣，作為一間製作公司都可以加入製作委員會，或者直接同電影發行商同埋出版社一齊去合作，咁樣就可以分到更多嘅利益。當然另一方面佢哋唔係賺硬嘅，如果要蝕錢嘅話，咁都有佢哋嘅風險。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呢一個遊戲都算係公平嘅。大概講咗呢次製作鬼滅嘅動畫公司 ufotable 嘅社長近藤光，同埋日本動畫業界嘅一啲特徵或者係一啲問題。去到而家，近藤光都繼續做緊 ufotable 嘅社長。而家推出嘅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城篇第一章可以有咁高嘅質素，都係多得近藤光呢個社長嘅努力。當然各界人士都付出嘅努力。同埋諗翻起之前我介紹過嘅畫動畫一張大概只係得100幾yen或者係400幾yen嘅報酬，係非常之平。當我哋欣賞咁高質素嘅動畫嗰陣時，不妨諗一諗呢啲動畫係邊個人做出嚟嘅呢？會唔會係因為去剝削一啲動畫師、原畫師而去換來一啲咁精彩嘅作品呢？而作為可以欣賞咁高質素嘅動畫嘅人，除咗入場睇之外，買啲周邊精品都係支持呢個業界嘅其中一個方法。例如今次《鬼滅之刃》劇場版無限城篇第一章，我喺戲院睇之外，仲買咗一本長刊。咁睇睇呢本長刊，原來係 Aniplex 出嘅。咁呢1000 yen 裏邊有一部分就成為 Aniplex 呢間公司嘅收益。咁如果選擇支持 ufotable 嘅話，咁就可以揀 ufotable 出嘅精品去買。當大家下次去睇動畫嗰陣時，就不妨留意一下呢啲咁高質素嘅作品裏邊一啲咁感人嘅劇情、咁激烈嘅打鬥場面，究竟背後係咩人出咗幾多努力而去製作嘅呢？同埋呢個行業究竟而家嘅現狀係點樣呢？如果內裏真係有人被剝削嘅話，咁呢個行業嘅前途可能都係有限。根據日本動畫協會發表，日本嘅動畫產業嘅市場規模連續7年創史上新高，2019年終於超過咗2兆5000億日元，動畫製作市場都突破咗3000億日元。業界規模嘅增長、鬼滅之刃嘅成功、網絡串流嘅普及，同埋 Netflix、Amazon 等等呢啲海外企業嘅加入，動畫製作公司嘅收益結構同埋包括周邊嘅環境，整個動畫行業預計今後都會加速佢嘅變動。大家都係中意日本嘅動畫，咁都會希望支持日本動畫嘅發展，期待不斷會有高質素嘅動畫可以欣賞。